各位好，中國媒體報道，和平意志2026海上聯演將於本月中旬在南非舉行，但德國媒體卻說演習已經開始。有的德國網民認為這與美國侵略委內瑞拉有關，我覺得這根本不可能，因為軍演這事肯定早就敲定好了，不可能臨時才決定。況且從中國到南非路途遙遠，軍艦開到那裡要1個月左右吧。所以根本不可能與委內瑞拉有任何關聯。專家表示，此次演習的核心目的在於保護海上貿易航線與航道安全，熟悉海上共同行動程序，提升各方聯合行動能力，進而加強參演國海軍之間的海上安全合作。中俄南、中伊俄均舉行過海上聯合演習，此次演習範圍進一步擴大，標誌着金磚國家在推進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方面邁出堅實一步，這對維護國際海洋安全與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專家同時表示，演習代號“和平意志”，表明中南俄等金磚成員國攜手維護海洋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共同決心。此次演習的科目設置與2023年基本保持一致，涵蓋反恐、海上營救、對海打擊等多個實戰化科目。現在咱們看看德國《時代報》的報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軍艦正在南非附近進行聯合演習，尚不清楚金磚加聯盟中的哪些其他國家也參與其中。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與東德國南非在開普敦海岸附近開始了海軍演習。此次演習由中國主導，是在金磚國家合作框架內組織的。南非軍方表示，演習內容聚焦於海上安全、反海盜行動以及深化合作。觀察到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軍艦進出西蒙斯敦港，這是位於開普敦以南的南非最重要海軍基地。地處印度洋與大西洋交匯處，伊朗於2024年剛剛加入該聯盟。最初尚不清楚金磚加聯盟中的其他國家是否也會參與此次演習，例如巴西、印度和阿聯酋。一名南非軍方發言人表示，他尚無法確認所有可能參加本次演習的國家。此次演習計劃持續至下周五。南非曾在2023年舉辦過中國和俄羅斯軍艦的海軍演習。特朗普批評南非的外交關係。此次演習原定於11月底舉行，但出於外交原因被推遲，因為南非在同一時期接待西方及其他國家的元首參加20國集團 G20 峰會。早在演習開始前，美國與南非的關係就已緊張。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在去年2月發布的一項行政命令中稱，南非支持不良行為提議。他還將南非與伊朗的關係列為削減對南非財政援助的理由之一。此外，中國和俄羅斯經常利用金磚國家論壇批評美國和西方，南非則堅持表示其奉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並保持中立。金磚加是對這一地緣政治聯盟的擴展。該聯盟最初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組成，成員國將該集團視為抗衡美國及西方經濟主導地位的力量。好的，報道就那麼多。咱們看看，在懂王搞霸權之後，德國網民們的觀點是否有些變化？第一條評論：南非真該動動腦子，遠離俄羅斯、中國和伊朗之類流氓國家。當然，對待美帝國主義者也應如此。繼續往下，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能源目前正在莫桑比克重啟一個耗資巨大的天然氣項目。1960年之前，法國還是馬達加斯加的殖民宗主國，至今在當地仍保有利益。當然，附近恰好也有幾艘法國軍艦，哈哈。再往下。根據那位紅毛美國總統的說法，這些軍艦不是都該在格陵蘭海岸附近嗎？是我搞錯了，還是那位總統搞錯了？德國知識說明，德語用的詞是橙色，但翻譯成中文其實應該說成紅毛，就像漢語說紅茶，德語或英語用的另外一個詞 black tea 一樣。如果是直譯的話是黑茶，但是我們中文一般翻譯成紅茶。好的，看下一則。南非居然主辦這樣的活動，實在令人不安。
非國大應對南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衰敗負有責任，他更應專注於如何創造繁榮，而不是與專制政權舉行軍事演習。但面對一個有着如此可疑歷史的組織，人們還能期待什麼呢？看跟帖。為什麼？如果特朗普散布關於某個國家實施種族滅絕的謊言，那這個國家自然會尋求一切能獲得的幫助，而中國當然也會欣然接受這樣一份送上門來的宣傳良機。繼續往下，南非正在走上一條冒險之路。非國大治下的非洲人必須明白，南非國內的布爾人、英國人、胡格諾教徒、印度裔等群體，從長遠來看不會容忍這種路線。像南非這樣的民主國家，本不該與俄羅斯和伊朗舉行軍事演習，更不用說與中國了。很快在約翰內斯堡見，我去那裡看演唱會。再往下，我寧願看到中國參加在南非附近舉行的演習，而不是像過去幾年那樣頻繁參與波羅的海的演習。但要是有一艘西方軍艦使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國際水域，中方就會大發雷霆。看跟帖，中方憤怒是理所當然的，這些在中國海域的穿越行動，純粹就是為了挑釁。下一則，從上下文看，有網友說他們應該去加勒比海搞這種演習，然後呢，這位網友針鋒相對，他說那美國就去台灣海峽搞演習。好，看跟帖，或者中國到波羅的海搞演習。再往下，現在就只差美國海軍了，那樣流氓國家幾乎都到齊了。下一則，尤其是伊朗，他眼看着就要崩潰了。德國知識點評，估計他是指伊朗現在正在發生大規模遊行示威，那麼他就以為伊朗就要崩潰了。不過我懷疑，目前在伊朗發生的這一系列什麼遊行啊、示威啊，後面有一些西方國家的資金支持，也就是搞所謂的顏色革命，所以也不能排除伊朗不會亂起來。好，繼續看跟帖吧。伊朗在全球銀行主權債務排行榜上列第152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負債最重的國家，而伊朗的債務佔國民收入 GNI 的比例僅為 38%。繼續往下，俄羅斯人這次又帶拖船了嗎？萬一那些軍艦的發動機又像往常一樣拋錨了呢？中國海軍閱兵倒是挺在行，但自1949年以來還沒有真正贏過一場衝突。南非和伊朗則開着一堆老舊的破銅爛鐵。德國知識點評，德國人還是非常自傲的，自己的國防那麼拉胯，但是他們的感覺異常良好。不過呢，這種心態挺好，希望繼續保持。還是跟帖，這個人寫了一大堆，顯然他可能是個軍事愛好者。我們看看他怎麼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按艦艇數量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海軍，根據不同分類標準，其艦艇總數估計在350艘至780艘之間。該海軍近年來在驅逐艦、護衛艦等水面作戰艦艇數量上快速增長，具備可觀的噸位和強大的防空能力，但在整體海上力量、航空母艦數量以及可持續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方面仍落後於美國。簡言之，中國在數量上已居領先地位，而美國在諸多領域仍保有質量優勢。不過，憑借迅猛的發展速度、卓越的造船工業以及對水面艦隊能力建設的聚焦，中國正迅速縮小差距。尤其在亞洲地區，中國現役人員約200萬至220萬，預備役人員超過117萬，準軍事部隊及中國人民武警部隊約66萬，總兵力現役加預備役加準軍事約400萬人，另外約有民兵800萬人。根據美國科學家聯合會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估算，截至2025年，中國擁有約600枚核彈頭，在全球排名第3，
中國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框架下唯一正在大幅擴充核武庫的核武器國家，其核彈頭數量自2019年以來已翻倍，並預計到2035年將達到750枚到1500枚。那麼繼續做你的夢吧。還是看跟帖，真惡心！居然有人對北京的那些帝國主義者不斷膨脹的軍事力量如此興奮。我們看下個跟帖。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快速發展，但主要集中在完全一體化的未來作戰體系領域。然而，正如在加拉加斯所見，也就是委內瑞拉首都，人員也必須具備高度的專業素養，而中國除了登船檢查漁船之外，在這方面毫無經驗。但是，畢竟中國在1949年後入侵並吞併了2個國家，西藏和維吾爾斯坦。結論：如果對手足夠弱小，比如國民黨，那麼他們就會贏；如果對手身經百戰，比如越南，那麼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會輸。德國之士點評：對於此類評論，只能說此類動物不配做人，太惡心了。而且我懷疑這個可能是1450，否則他不會提到國民黨。好，再看跟帖。這意味着中國自1949年以來從未有過轟炸或入侵他國的舉動，值得尊重。還是看跟帖。骄兵必敗，最新的美國國防部兵棋推演，模擬台海戰爭的場景，結果無一例外都是中國獲勝。今天的中國軍隊早已與過去共產主義時代的軍隊不可同日而語了。看跟帖吧。讓我感到惡心的是，有些人毫不掩飾地為中國帝國主義勢力日益強大，可能很快將會將我們消滅而感到高興。朋友們，也有人稱中國帝國主義了，我們就當它是一種對中國的稱讚和肯定吧。成為人家眼中的列強是實力的象徵啊。好的，繼續往下。他們去那兒幹什麼？他們該去委內瑞拉才對呀。眼下美國海盜正在那裡肆意妄為，破壞國際自由貿易呀。繼續往下。我漸漸的真的沒興趣了，到處都是侵略、武力炫耀、威脅恐嚇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我實在受不了這個世界了。跟帖。如今世界各地衝突不斷，處處烽煙四起，再加上特朗普又入主白宮，實在讓人對未來難以保持樂觀。這讓人再次體會到，能長久生活在和平之中是多麼珍貴。對當今許多人而言，乃至對過去的歐洲來說，和平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的常態。再往下，我有點困惑，到底是哪個南非？是那個跟中國和俄羅斯接壤的南非，還是那個與伊朗比鄰的南非呢？問題真是越來越多啊！不過也難怪，既然牛仔文化如今被解禁了，那誰都想趕緊圈塊地盤唄。下一則。當然了，既然南非政府首腦剛在橢圓形辦公室被澤連斯基氏奉為上賓，那麼普京、習近平之流自然也要趕緊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了。繼續往下。這次演習是一次象徵性的金磚國家行動。當今世界的經濟秩序劃分已不再僅僅通過貿易協定和外交關係來決定，而是越來越取決於強權即公理。各國攫取自認為應得的利益，而武力已成為關鍵因素。對此提出反駁，自然顯得複雜。沒有軍事實力，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再往下，所謂不結盟的外交政策，絕不是靠2個最大的流氓國家以及正努力朝這一地位中國舉行聯合軍演來實現的。非國大官員從來就以缺乏專業判斷力著稱，反倒在其他方面名聲在外。南非被他們糟蹋到如此地步，恐怕連朋友都沒得挑了。下一則。如果美國現在掌權的是個稍微理性一點的人，我或許會說，這條新聞來得正是時候，算是給美國的一次現實警示。可惜，那個多次破產的特朗普，如今幾乎繞過所有其他機構，
部分靠行政命令，部分違憲的獨自發號施令，根本不會理解此舉的真正含義。特朗普治下美國那種瘋狂行徑，甚至不惜以戰爭威脅親密盟友，只為勒索其領土，正迫使世界其他國家逐漸向美國的對立面靠攏，有的慢些，有的快些。而目前唯一能在實力上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就是中國，因此這種靠攏自然圍繞中國展開。即便在歐盟內部，也能觀察到類似動向。例如，梅洛尼女士就曾提議與俄羅斯展開對話。這一切固然令人憂心，但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卻完全合乎邏輯。下一則，伊朗應該把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真正用於改善本國人民的未來，而不是把錢浪費在全球範圍內的軍事開支上，因為中國才是伊朗在這方面的真正對手。中國正極其成功地推動能源轉型，致力於讓石油和天然氣變得不再那麼必要。看跟帖，俄羅斯的情況也一樣，普京掌權後，民眾同樣沒有未來。中國正在為自己的未來努力，而伴隨着這個未來，俄羅斯正在失去。繼續往下，邪惡軸心正努力提升自身的國際存在感，這是在刻意發出挑戰嗎？看跟帖，我認為他們只是在利用特朗普那些瘋狂舉動，借機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罷了。好，繼續看跟帖吧。自1950年以來，中國捲入了多少次政權更迭？美國又發動了多少次政權更迭？根據一項研究，1946年至2000年間，美國至少實施了81次已知的、公開的或秘密的干預外國選舉行動。另一項研究指出，在冷戰期間，美國進行了64次秘密和6次公開的政權更迭嘗試。再往下，任何在軍事上加入俄羅斯、伊朗、中國軸心的國家，都是問題的一部分。好，看跟帖。但問題的根源恰恰在於那個金毛瘋子，正是他的行徑，才讓這種結盟在戰略上變得合理起來。還是看跟帖。胡說，問題不在巴西，而在美國。再看跟帖。對許多國家來說，那些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也同樣被視為問題所在。好，再看跟帖吧。正是如此，中國和俄羅斯正希望盡可能多地將這些國家長期拉入自己的陣營，而特朗普奉行的美國優先政策，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這一進程。美國雖然目前仍擁有世界最強的軍事力量，但一旦一個匯聚了龐大人口的集團聯合起來對抗它，那它就將面臨極其嚴峻的問題，甚至不得不防備特朗普為了格陵蘭之類的事情，真把北約給拆散了。下一則，實際上說了算的還是中國，另外兩個參與國幾乎已掩飾不住自身的虛弱了。這個叫 MSN 的網站轉載了法蘭克福匯報的報道，不過我們只看評論。比如說這條評論：這場名為“和平意志2026”的演習將持續至1月16日，很可能被美國政府視為又次挑釁。啊哈！而此前在委內瑞拉海外集結的美國航母戰鬥群，原來是為了搞艦隊閱兵啊！繼續往下，這顯然在軍事上已形成一個聯盟，而北約卻因美國而內部分裂。別再跟我提什麼俄羅斯又在抱怨北約是歐洲的威脅了。金磚國家正在密謀的計劃可要危險得多。再往下，金磚國家集團、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在南非啟動軍事演習，這終究成不了氣候。從長遠來看，最終的勝利必將屬於我們。好，看最後一條評論：和平意志2026，這是假新聞。這分明是戰爭意志2026，是左翼共產主義者的宣傳。哈哈，朋友們，今天就到這裡吧。比較明顯，儘管美國連國際法都不要，連北約成員國都想侵略，但不少德國人仍然覺得美國更親近。
而把本次軍演的國家看成是所謂邪惡軸心，這太變態了。好的，今天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